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如果你们打开了我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及时的收看了我这几期的节目，至少都应该是避免了被割韭菜的下场啊。现在市面上有些比较奇怪的声音啊，可以说这种声音一直都有啊，那就是你们观察一下，有些个网红啊、博主啊，他们的言论很有意思。你们看啊。币涨了，他告诉你，哎呀，这个是牛市，赶紧抄底，以后会涨得更高，抄底买入。可当币跌了啊，他还说抄底买入，哎，现在是底部了，牛要来了。那等币价下跌到了一个新阶段了，继续再跌的时候，他还是告诉你说抄底，现在就是底部了，马上就要牛归宿回了。可是大家仔细看嘛，比特币经历了这1年多的跌了，越跌越低，几乎就是每个点位啊都会有人说啊，这是底部了，赶紧抄底，然后呢就越跌越低，每个点位区间都套牢了不少人。底在哪里？这些博主们不停的让大家抄底，哎，反正不管行情怎么样，涨也是抄底，跌了还是抄底，不要多问，问就是抄底。这些个人啊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居心，什么目的？有2种情况，一种呢就是他自己买了币，被套牢了，那现在币价跌下去了，他只能靠传播信仰，号召大家抄底，然后呢，大家抄底了以后能维持住币价，万一哪一天涨回来了呢？涨回来了，他也解套了，对吧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，就是他们这些人是给某些交易所或者是机构服务的啊。哎，反正这些人咱们也不多评判，我们主要是来就是分析一下市场的行情。面具人我也不号召你抄不抄底啊，我甚至就是说啊，不入场至少你不亏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我刚才说到交易所了啊，我今天在小韭菜向前冲的频道里面看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理论啊。他说的是，交易所里面的币，就是你把 U 冲进去，买币卖币的时候，你得到的只是数字，你的钱到底有没有被用来买这个币，不清楚，链上也是看不到的。除非说是你买了币了以后，立刻就兑现，把这个币要提出来，那交易所才会在你提的时候给你换成币，把币让你提出来。那面具人，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逻辑啊，除非是交易所自己的土狗项目，它能控制币价，它敢这么玩。可是你币存进去的话，结果呢，这个币涨了，当时交易所没有把你存进去的 U 给你兑成币，然后呢，你想把币提出来的时候，币已经涨了，那交易所再给你买成币提出来，那交易所到那个时候给你兑付的话，岂不是亏了？理论上来说呢，牛市啊，交易所一般不会这样操作的，因为这个不符合商业逻辑。而且牛市的时候，交易所可以自己发土狗呀，它可以直接割人腰斩归零撤池子嘛，对吧？你看币安发了多少土狗啊？基本上10天半个月发一个项目，10天半个月发一个项目，可这些项目的归宿无疑都是归零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在牛市玩这种延迟交易没有多大意义。也没有多大的利润，甚至还会冒风险。可是熊市呢？哎，熊市的话，这个玩法就有逻辑了。就好比你存进加密货币买以太坊的时候，当时的币价是1300美金，然后等到你想起来要提现的时候，以太坊已经跌到了1100美金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交易所再给你兑现，那它就是净赚呀。对吧？1300的时候没给你买，然后留到1100的时候给你买了，那交易所净赚200，是不是？实在不行就拔网线嘛，对吧？如果说他感觉币价不稳了，不稳的话，他就直接拔网线嘛，等币价稳到他想要的那个价位了以后，再给你恢复嘛。所以面具人，我觉得所谓的交易所拉盘呀什么的，这个逻辑不一定站得住。中心化交易所他想赚钱。他拉盘也能赚钱，他砸盘还能赚钱，所以呢，你说交易所现阶段他要拉什么盘呀，给你制造什么牛市呀？我觉得没必要啊，在熊市他照样能赚钱。而且我告诉你，
交易所它一没能力拉盘，现在币圈的泡沫太大了，谁拉谁死；二，他未必觉得现在上涨对他来说是好事儿，是有利可图的啊。毕竟你看赵长鹏他自己都说了，他90%的资产都是 BNB 啊，他不持有比特币，他也不持有以太坊啊，那他怎么赚钱？发土狗嘛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呢，搞延迟交易嘛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人交易所通过大数据判定了，哎，接下来还会跌，那你们现在买吧，买了以后他把 U 收走了，收走了以后不给你买，等你到提现的时候，给你提出来一个更低的币价，那他不是白赚吗？净赚吗？对吧？好，这是我对那个频道讲的一个看法的我自己的分析啊。那现在啊，接下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今天看到了外媒的一篇新闻啊，这个新闻的作者是一个喜欢研究犯罪小说的老外作者，名字叫做 Vic Core 啊。他分析了一下加密货币的发展，他指出加密货币不是数字黄金的观点啊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加密货币是数字黄金呀，比特币是数字黄金呀，这个佳话一直在币圈里面流传。不过呢，这个老外他完全的否定了这个观点。他的论据啊，面具人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觉得他的想法还是挺站得住脚的。他说到，世界上地球上的黄金总量估计约为185000公吨啊。现在人类的技术每年大约开采有3000吨黄金，约占现有库存的1.6%。他画了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说，黄金与传统的纸币不同，黄金它不能凭空创造，它的总量是有限的。假设黄金的年产量能继续的以平均速度增长，以现在每年1.6%啊，可能越往下挖啊会越难啊。当然了，除非有技术突破，可能更容易开采，否则呢，需要很多年才能挖完。你把它拉平了，总之呢，人类要把剩下的黄金开采完，可能也需要个110年时间吧。而比特币也遵循类似的逻辑，比特币可以挖矿嘛？大家都知道，比特币的总量跟黄金是一样的，哎，只有2100万个比特币，而且呢，你只能通过挖矿一点一点的把它通过算力给弄出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哎，这个挖矿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，而比特币的产量就会越来越低。因此呢，比特币就像黄金一样，这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总量有限，而且呢，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开采啊。所以呢，你不管是黄金还是比特币，不像中央银行一样，哎，它可以随意的印钞增发纸币、增发法币。那讲到这儿了啊，大家是不是觉得，哎，比特币还真的就是数字黄金，跟那个黄金是一样的嘛？总量有限，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开采。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哪儿啊？就是这个作者他前面的叙述说的是比特币跟黄金的类似之处，可是里面有矛盾，有本质的区别是什么？你们想不想知道？想的请留言打1啊！来留言，我看一下，你们留言了，我再继续向下讲啊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讲吧，揭秘吧。这个作者他直接给出的他的观点是，加密货币比特币啊，尤其是比特币可以开采的数量虽然是有上限的，但是在电脑世界、在互联网世界、在代码世界里面，你可以发的币、可以创建的虚拟货币的数量和类型是没有上限的。大数据也证明了这个逻辑是对的。加密货币的数量从2013年的只有66个，增加到了2022年就有了10397个。到11月份呢，有很多项目方都死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加密货币的项目方的数量就下降到了9310个。而且，面具人，我想说啊，这个作者他研究的只是老外的项目啊，那你如果说要是算上国人搞的大小土狗的国产项目 NFT 的话，这个数字啊，至少还要再放大个3-5倍
也就是说，加密货币的项目啊，你算上什么这个印度项目呀、中东项目呀、亚洲盘子呀，我告诉你，加密货币的项目没个7、8万、10几万个，你都不要说加密货币的生态到底现在有没有加密货币的生态嘛？加密货币的生态大得很，明白了没？几千个、几万个、10几万个，项目方多得很啊！加密货币并不是只有比特币，明白了没？也并不是只有以太坊。那么，面具人我就想说了啊，根据这个数量的膨胀的速度来计算啊，数字黄金的论点只不过是人们一时的那种营销手段。当然了，很多项目方呀、网红呀、博主呀、名人呀，想要赚这个钱，他也会用什么数字黄金呀、虚拟货币黄金呀来给你包装这个东西，听起来高大上，好让你掏钱嘛，对吧？所以一看到这儿啊，面具人我也恍然大悟，我觉得这个论点没有问题啊。数字黄金它不是黄金，黄金就是黄金。加密货币和黄金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你别说比特币的总量只有2100万个，以后越来越难挖啊，挖一个少一个。黄金就是黄金，比特币就是比特币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且呢，它们的价值本质也差得远了。我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些人不认可啊，说：“哎呀，比特币的总量是有限的，挖完了就没了，它怎么不是黄金呢？它跟黄金是一样的呀，黄金挖完了也就没有了。”对，面具人，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。哎，你们的这个论点没问题，比特币的总量是有限的，挖完了就没有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位老外仁兄拿黄金做比喻，让我恍然大悟了啊！我理解出来了一个道理。非常牛逼的道理，你看我理解的这个道理对不对啊？看，黄金，你至少在地球上找不到同质的东西。黄金在元素周期表上面是独一无二的，它也是最不活跃的几种元素之一，它的性质非常稳定，所以呢，它可以存放很久很久，依然是黄金闪闪发光的。而且它无法人为复制，它就是一种金元素、原始元素，人类没有办法去造这种东西啊！而且黄金金光闪闪的很好看，而且你不管是结婚呀、装饰呀，它的实用性也很强，对不对？但是加密货币呢？你不管是比特币还是狗狗币，它们的本质是电脑数据，那只要是电脑数据，就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嘛。狗狗币是不是加密货币？比特币是不是加密货币？Luna 是不是加密货币？BNB 是不是加密货币？啊，现在的加密货币的种类多不多？多吧，以后会更多，我告诉你。而且它们的本质都是电脑数据，所以呢，你才能看到加密货币的种类越来越多。无非就是敲敲代码，写个合约，你也能发币，我也能发币嘛。啊，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你发币是没有门槛的。啊，只要没有门槛，大家都能发，那以后加密货币就会越来越多，明白了没？你不要光说啊，只有比特币才是加密货币，那没办法嘛。现在什么Matic 呀、AVAX 呀、BNB 呀，各种的加密货币都在分流你的比特币的资金，分流你的比特币的市占比，这是不争的事实吧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分流的项目会越来越多。而且，经济的规律和走势也证明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。大家来看这张图，黄金的走势，我们就从1970年开始看啊，它的走势就一路上涨，最多呢，也就是在1980年左右跌了一些。哎，因为80年代的时候，全球人都很穷，中国在那个时候还饿死人呢。就算是美国、英国、荷兰呀、欧洲呀，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所以呢，在那个年代，金价低一些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老百姓都没饭吃了，还买什么黄金呀，还买什么装饰品、奢侈品呢？先填饱肚子最重要。但是，黄金每次产生下跌，它都是能涨回来的。你们看这个图吗？啊，它虽然跌了，
然后呢涨回来了。在这几十年当中啊，黄金曾经遭受过无数次的下挫，但是呢它又无数次的又涨了回来啊。为啥呢？因为黄金确实是不可替代、不可再生、不可复制的啊。而且你们记住我这句话啊，黄金跌了，没有人说因为我黄金跌了卖不出去了，我再发明一种新的金属来卖，我再发行一个新的什么这个金那个金，这个币那个币，不可能，因为黄金就是黄金，黄金只有一种，没有任何的金属比黄金还要黄、还要亮、还要好看、还要稳定啊。至少目前呢，你发现不出来。可能有比黄金更稳定的金属，你比如说什么钛合金之类的，但是它不好看呀，它不闪亮呀，是不是？而且它的总量也比黄金多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黄金是不能复制的，但是加密货币不一样啊，加密货币键盘敲一敲就能敲出来了。你别说比特币怎么样了，我告诉你，就照比特币的智能合约，照比特币的这个代码，你照样能把它复制出来。你复制出来的比特币只不过是没有群众基础和信仰而已了，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复制黄金，你确实是复制不了。就算是你有信徒，你有信仰，但是你复制不了黄金，这就是加密货币跟黄金的本质区别啊！而且你们看嘛，在币圈里面啊，这个币砸下去了以后，套的散户太多了以后，拉不上去了以后。那我就不要这个盘子了吗？不要这个加密货币了，我可以再发一个新币，割完了以后，我再不要这个盘子了，我再发一个新币，如此循环，加密货币就可以无限的同质再造。而黄金不能，黄金就只有这一种啊，除非你说你能在火星呀、月球上面挖到更稀有的金属、更好看的金属，但是目前人类达不到，所以呢，黄金是独一无二的啊。那不管是比特币、狗狗币呀、Luna 呀、BNB 呀、Matic 呀，它们的本质就只是一串电脑数据。那只要是电脑数据，它就是可以复制、再造、再生的嘛，键盘敲一敲就出来了嘛。你们明白了吧？那问题又说回来了啊，那既然加密货币像你面具人说的这么不堪啊，不如黄金了，怎么样了？那为什么加密货币现在还能卖钱呢？来，面具人，我告诉你啊，加密货币现在的价值是来源于信仰。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值钱，那它就值钱。不过呢，加密货币它没有锚点呀，对不对？你也能发币，我也能发币，所以呢，这个信仰是很容易崩塌的。它并不像黄金，明白了没？啊，你拿黄金，你可以买金戒指，你可以买金项链，你可以娶媳妇儿。你拿一堆堆黄金，你可以换来老婆，但是你拿一堆堆比特币，你未必能换来老婆啊。尤其是当不懂比特币的人，觉得这个东西是骗局的人，你给他，他也不要。可黄金就不一样了啊！你在这地球上随便找一个人，你说你给他黄金，你看他要不要？你别说你给他了啊，你就是脖子上挂2斤金链子，你晚上走路走到大街上，我估计你都要被人抢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，加密货币它跟黄金的差距还大着呢，而且加密货币它的价值现在来源于信仰，而信仰是可以改变的。再说，比特币的信仰还远不如宗教呢。可你们看一下，就算是宗教，在目前人类社会都逐渐的式微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什么伊斯兰信仰呀、佛教呀，甚至天主教啊。无神论、无宗教信仰的人是越来越多，那你就更别说加密货币了啊！对比黄金的走势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走势，也能看出来端倪。你们看嘛，以太坊、比特币近1年的走势啊，大家都知道加息了嘛，是可以给你找理由，是因为加息而导致的市场不景气，所以呢，比特币会跌。但是呢，加息减缓了呀，对不对？大家期期望望盼盼的加息减缓啊，那这个月是不是只加了50个基点？哪怕是大家期望的加息放缓，只加50个基点，等着大家的还是继续下跌啊！各位，你们看到了没？
这就是有没有实物、有没有实体价值或者是服务支撑的区别。你看，加息一放缓，那黄金立刻就给你涨上来了，美股立刻就给你涨上来了。可是币圈呢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要跌，不管你加息不加息，我还是都要跌，我就是要跌，明白了没？而且在这种下跌当中，你们看啊，一浪比一浪低，一浪比一浪低。你不管是加息还是不加息，市场有没有利好啊？有利好也是没利好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每次下跌都会套住更多抄底的人，把他们套得更深。各位，你们仔细再想一下，在全球实体经济复苏，央行的理财利息给的越来越高，黄金也在复苏。美股也在复苏，甚至连中概股都在复苏。那加密货币仅仅是靠信仰而没有任何产业和服务的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它的泡沫又那么的大，上面又有那么多的人被套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谁人来拉盘帮大家解套呢？比特币今年已经蒸发了2000亿美金左右了啊，这是它上涨利润的2倍，明白了没？这个泡沫是巨大的，这些钱谁来出？谁给你把盘子拉起来啊？谁给你这个钱帮你拉盘解套，让你去把这个债务清掉呢？更别说了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加密货币项目啊，各个项目方都在发芽，你也发项目，我也发项目啊，只要是个人都能写个土狗代码就能发项目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在这中间，我不排除有产业、有服务的真正的好项目。可是，你不管是好项目还是坏项目，项目越来越多，它是不是就会分流资金？你在币圈的内部都是内卷如此，各种加密货币遍地丛生，大家都在吸引啊，就币圈那么一点傻韭菜。而在币圈的外部呢，实体行业、旅游行业、餐饮行业。国家金融、理财、国债、黄金、贵金属，还有那个大宗商品，都在分流你的资金呀。疫情过去了，经济复苏了，我为什么非得要投你比特币呢？非得要投你加密货币呢？你是有什么能给我作为保障呢？对不对？你别说你挖矿了，有人给我说挖矿啊，那面具人，我告诉你啊，矿工也是一样的。矿工赚不赚钱我不好说，但是矿机公司一定是赚钱的。矿机公司为了自己的利润，它就会定期的推出新的矿机。矿机公司为啥要不停的出新矿机呢？因为它要赚钱嘛，对吧？而矿机它也是在不停的这个迭代，然后淘汰旧矿机，然后你把旧矿机又亏钱折价卖了，卖垃圾了。那这个行业里面的泡沫也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总结了，在加密货币领域当中，你不管是买币，还是做什么杠杆合约，还是说搞什么矿机，这里面的泡沫是越堆越大，而且没有外部转化，无法消化的，没有人买这个单，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庞氏骗局来玩的。那面具人，我就想问了，这个泡沫谁来填呢？你觉得你始终都是能找到下家那么傻的来接你的盘吗？嘿嘿嘿，那你给他的盘是能吃还是能用呢？你给他的盘连一个大饼都不如，是不是？我说的大饼是真正能吃的东西。所以面具人，我的结论是，随着加息放缓，能崛起的不是币圈，币圈只可能大概率只可能会越来越原子化。而像黄金和实体商业之类的会必然崛起，这个是你永远无法淘汰掉的，总之呢，面具人，我现在对币圈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看法改观了。我认为加密货币和 NFT 这类的项目不应该太贵，因为价值是来源于产品，来源于服务。我让你出去按个摩、洗个脚，你花100块钱，你觉得很划算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按个摩、洗个脚要花10万，还有没有人洗？还有没有人去按？没有嘛？没有的话，它的价位自然会跌下来。等跌到大家能接受的时候，它就有人买了。
当然了，按摩洗脚毕竟让你爽了，这个加密货币看不见摸不着，纯粹是靠信仰。其实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的本身是产品和服务，币圈目前现在没有啊，所以接下来币圈的前途我不是很看好。各位你们怎么看？留言告诉我。欢迎打开点赞、订阅小铃铛，我们下期接着再聊。